于朦胧案的终极幕后的真凶曝光了。有灵媒看到案发现场出现中共的党徽别针，一切线索全都指向幕后的那个人。英国的灵媒最新的预言也揭出了骇人内幕，他更是预告害死于朦胧的人将引爆中共国的巨变与崩塌。Hello， 大家好，我是奇文。现在这个于朦胧案件啊，真是越挖越让大家触目惊心。接连出现的这个爆料内容啊，是一个比一个惊悚。而在这个灵性层面上不久前加拿大的一位阿卡西导师也透过阿卡西记录试图重现案发现场的真相，结果他所看到的画面竟然出现了胸前别着中共党徽的男人。没错那根据他的这个描述呢，整起案件的背后可能远比咱们想象的更庞大更黑暗。更惊人的是，他指出的那个老男人的背景呢，牵扯到中共上层的隐秘圈子。那如果那层真相真的被揭开的话将会撼动整个的政权。加拿大的阿卡莎国际中心的灵性导师王佑辰艾伦王9月29号在一档节目中声称，透过阿卡西记录看到了于朦胧在遇害当日被掩盖的一幕。他说他看到于朦胧被人以公关聚会的名义带进一个秘密的会所，一进门呢就是一整桌穿着正装的男性，而让人震惊的是，他看到其中一些男人的衣服上竟然别着中共镰刀锤子的党徽别针。他还说呢，这些人都年纪不小了，每个呢都是非富即贵、有头有脸的人，都是能在这个报纸中有听到的人物，有娱乐圈的大佬，有的是地产商、IT 企业高管，甚至呢还有中共人大代表和宣传部的高官。王佑辰形容地说，那就像一场中共上层社会的秘密聚会，现场呢大约有18到20人。他有看到这些人的手上呢都拿着平板，荧幕上呢显示的是一份份男艺人的资料与价位，就像是一场隐秘的筛选仪式，而被带进来的艺人呢正是被他们挑选的对象。他看到参与聚会的这些人呢，明面上他们都有老婆孩子，道貌岸然，但私下呢几乎都是双性恋，沉迷于权色交易与邪术聚会。王佑辰甚至说，这就像过去中共体制内的那种文工团女演员只是如今换成了男性版本。他认为这是中共体制的潜规则，一旦事情被曝光出来将不只是娱乐圈的这个丑闻，它会震惊整个的中国，甚至动摇到中共的根基和整个领导阶层。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中共的体制下，中共国所有的这个圈子最终都得附着在这个政治圈之下。当这个政治圈腐败堕落那整个的娱乐圈也就变成了这个权力与欲望的深渊了。你看名利场的背后是各种钱权色的交易，谁要想红呢？谁要想上位，那就得付出代价。而那些拒绝同流合污、拒绝出卖自己的人，往往就成为被牺牲的对象。就像于朦胧，他清清白白、努力向上，却因为不愿意屈服，被雪藏、被陷害，最后呢被夺走生命。对我们来说，他就像一个邻家孩子一样干净、真诚、充满梦想。也因为如此呢，大家才会如此的难以接受。根据最近这个北京电影圈的一位资深人士向这个海外媒体人爆料说，这件事情背后的水确实非常深。他直言道，北京的娱乐圈的幕后最大的这个老板就是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据他透露说，这条权钱与潜规则的黑链呢，几乎是绕不开习远平的名字。他虽然呢未必直接动手，但整个的运作系统都在那个权力核心里运转。他还透露说，类似于朦胧的这个事件在京圈早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以往呢都被压下去了。而这一次事件谁知道呢会爆得这么大，真的是天意。更有这旅居海外的红色家庭出身的著名女演员张小敏，她在自己的节目中表示，这起案件背后远非普通命案，而是更复杂的权力博弈。她说，根据她得到的确切消息，这个事儿呢，一开始因为有人提到了习远平，所以呢是习近平从一开始就下令不要在网上再散播这个言论。
那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共的全网会彻底的删帖封号，甚至纳入所谓的清网行动之中了。所以也许大家一直在找这个真凶但真正的幕后黑手恐怕就在习家了。而就在这个外界震惊这一切爆料的同时呢，英国的一位曾与于梦龙灵魂对话过的灵媒，那竟然在上周直播中说他被威胁了，而背后的那股势力似乎就是来自中共政府。英国灵媒 T.Y. William 在10月13号的直播中坦言，说自己呢收到了威胁讯息，对方呢要求他下架所有与于梦龙有关的影片，甚至关闭频道。他感受到那种压力绝不是来自普通人，而是一种跨国威胁，中共想让他闭嘴。他说呢，这真是一团乱奇怪的是呢，因为我根本不是什么名人，我只是个无名小卒，我甚至呢是从来不露脸。而且有件事呢，让我也觉得特别的诡异，就是在2天前，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有个有权势的人在监视我，想让我闭嘴。那结果呢，这件事儿就真的在现实中发生了。你看一个远在英国的灵媒，他为什么会因为一位中国艺人而遭到封口呢？他究竟说了什么，让中共如此害怕呢？那这故事的起点呢，就要回到他9月23号的那场直播了。不过说起来，这位英国灵媒也真是个特别的人。为什么呢你看他的频道当时只有不到3000名的订阅者没有什么浮夸的标题，也没有什么华丽的封面。他不是为了流量，只是单纯的记录自己看见的画面。那一天 T.Y. William 原本打算去休息，却突然感到有个灵魂在强烈的呼唤他。他在查询之后呢，惊讶的发现那个灵魂是来自中国的男演员于梦龙。于梦龙对他说，他准备好要说出真相，以及关于他身上发生的一切。T.Y. William 是这样描述的，他有看到于梦龙坐在一间咖啡厅里，对面呢是他的经理，对方呢要他做违背良心的事，他拒绝了，也拒绝了那些不正常的聚会。他想离开这个行业，和心爱的人过平凡生活，但那群人呢不肯放过他，监控、威胁、控制，一步步的把他逼到了绝境。那接着呢，于梦龙呢还让他看见了非常具体的画面，甚至包括那场邪恶的献祭过程。于梦龙告诉 T.Y. William， And he said, I'm not the only one who went through that. There were men and women went through that, especially men like him who is pretty and gorgeous, like the feminine looking men, the feminine pretty boys. But he said now they're going after anybody. But he says something that they target the pretty ones, the pretty girls, the pretty males. But now these people going after anybody, like babies, children, males and females, transgenders. 于梦龙还告诉他说呢，他自己当时被迫进入一间地下俱乐部，那是名人之间的聚会场所，但在那个地下室里发生的事情，他说不出口，只能说非常恐怖。而这一切呢，都和人口贩卖有关，不只是儿童被贩卖，还涉及性交易。甚至有这个政府成员涉及其中。他说你绝对想不到真相有多可怕。媒体和警方之所以隐瞒他的真正死因，是因为他们全都是一伙的。于梦龙继续跟威廉姆说，那些伤害他的人遍布全世界。随后威廉姆说出了这样的话，他们属于一个崇拜魔鬼、崇拜撒旦、崇拜邪恶的邪教组织。那些对他以及其他人做出那些事儿的人呢，根本不是神的子民，他们不敬畏神，反而憎恨神。他们不信神，也不相信团结与爱，他们只信仰仇恨、痛苦、悲伤和撒旦崇拜。说到这呢，我当时想起大陆网友分享的一则故事。那这位网友呢，曾遇到一位退休的老中医。老中医家里呢是5代行医的世家，从小修道懂易经，也当过军医。老中医说，现在是乱法末世来看病的什么情况都有。有的人一搭脉，我就知道那身上是乱七八糟的附体，这世道太乱了。那老中医说的这些
不正应验了 T.Y. Williams 转述于朦胧告诉他的那些信息吗？坦白的说哈，在中共那个体系里啊，人被要求放弃信仰，摧毁良知，只剩下恐惧和服从。当灵魂被黑暗吞噬，善恶被颠倒，是非被扭曲，人就成了没有灵魂的壳，外表像人，内心却早已被邪灵占据或许呢，这正是于朦胧想警告给咱们大家的真相。另外呢，于朦胧还告诉 T.Y. Williams 说，终有一天呢，真相会被揭露大家会发现这个体系如何运作。他说自己呢，确实是被牺牲的，这是一场早已计划好的献祭。即使呢，他一度顺从他们的要求，仍难逃脱被除掉的命运，因为他身上带着某种特殊的能量，让他们感到忌惮。不过呢，于朦胧对这个 T.Y. Williams 说，别害怕，天道会审判他们，那些害我的人呢，终将面对报应。那么在结束与于朦胧的灵魂对话之后呢， T.Y. Williams 说道，朦胧呢是一个极其善良温柔的人，想到他被那样的虐待，真的让人心痛啊。而就在最近我在网上刷到一段让人非常感慨的影片，那是2018年的10月份，于朦胧在这个爱豆诗集节目上的一个片段，他用英文呢朗诵了英国的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向阳花。Sunflower by William Blake. Sunflower, weary of time, who contests the step of the song, seeking after that sweet golden clime, where the traveler's journey is done, where the youth pine away with desire, and the pale virgin shrouded in snow arise from their graves and aspire, where my sunflower wishes to go. 那之后呢，朦胧还分享了这首诗带给他的感悟。这首诗叫做《向阳花》，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著名诗篇。向阳花在这里预示着人类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借着向阳花像太阳的特性，展开了他对未来世界的美好的联想。对于我来说，也要像向阳花一样，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怀抱着阳光，接更多有挑战的角色，然后磨练演技。还有就是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只有怀抱着初心，才能迎接更美好的未来。大家看这影片下方有网友留言说，于朦胧是中考状元，去英语比赛第3名，专业的大提琴手，会弹钢琴，演技好，唱歌好，还会做 MV 导演，中英文朗诵，特别优秀的宝藏大男孩。还有网友说怪不得朦胧会去找英国灵媒帮助他发声传递信息了，他的英文这么好啊。正如网友所言，朦胧真的是既善良又有才华的宝藏男孩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完全不认识他的英国灵媒也会被深深打动了。随后呢 T.Y. Williams 感受到于朦胧的灵魂呢还没有离开，他仍在那些让他丧命的人之间徘徊，像一个复仇的灵魂，让他们夜不能眠。他只想要公义、正义与报应。T.Y. Williams 在这个直播中还警告说，今年呢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疯狂的一年。他说，于朦胧在传达给他的讯息是，10月和11月会有一连串震撼的真相曝光，许多名人将神秘离世，不止在中国，还包括韩国、泰国，甚至是全世界各地。更惊人的是，他提到中国有一个极为强大的家族，地位堪比韩国的三星，正在走向崩溃。10月13号 T.Y. Williams 在节目中再次强调，10月就是真相曝光的时刻。最近呢，他的灵感变得异常的强烈，他看到许多恶人即将遭受到报应，而世界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动荡。他说，如今的世界被一个秘密组织所掌控，他们用黑暗仪式以血祭来维持权力。或许有朋友会问为什么坏人总是那么顺呢？T.Y. Williams 说那是因为他们以人类献祭，向黑暗之神献上灵魂，换取权力，维持力量。但他坚信宇宙法则，善恶终有报。
他甚至预见一个关键证据将震撼中国，动摇权力根基，而那些涉入其中的恶人，报应即将来临。他说：“邪恶看似在赢，但那只是幻象，实际上它正在崩溃。”他还感受到特勤单位的能量以及命局即将被接下的聆讯。那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秘密曝光。他说呢，如果于朦胧案得不到公正的结果，那悲剧呢就不会停止。You to fight for justice, not only for him, but for y'all to fight for you guys. They want to kill people like us who want good for the world. 那当说到中国人值得拥有正义与自由时，T.Y. 威廉几乎要哭了出来。他最后警告说，中国政府内部一定有见不得光的黑幕。聆讯显示，中国将出现极端天气，不只是中国，全球都将出现异象。而俄罗斯那边呢，也似乎正在发生重大事件。他感觉到这一切的发生呢，都是有关联的，像是一股无形力量在推动一场更大的审判。而就在10月20号，T.Y. 威廉在直播中说，他想知道那个真正动手害死于朦胧的凶手到底叫什么名字。他说 Because the reason why I say that is because whoever physically harmed Liu Milong, they're going to be the one that going to change everything in China. It's going to be a huge downfall in China. 而就在10月21号，我刚刚结束本期文案时，T.Y. 威廉在直播中又发出了一个最炸裂、最令人震惊的预言。他说呢，事情正在改变。他看到中国大陆有一群人联合起来走上了街头，并高喊着“我们不再忍受”。T.Y. 威廉预言说，这将发生在9的时间里，包括9秒、9分钟、9小时、9天、9周或9个月。于朦胧他是在9月份被虐杀离开人世的，而9这个数字呢，正是关键的数字。他说，那时候大家就会看到中国人民开始夺回力量，反抗中共政权。紧接着呢，他又预言说，中共政界呢也将震荡。他看到有几位高层辞职，甚至9名将军呢被撤职，其中1人开始认罪，这将在中共政治派别之间引发动荡。他说自己不清楚中共的政治体制但情况非常的不妙。同时呢 ，T.Y. 威廉们还表示，他不敢为中共的党魁习近平做零事，因为那个人呢非常可怕，他的频道曾多次遭到骇客威胁，而那些骇客中就有中共的官员。此外呢，他还在这个冥想中看到一大群的乌鸦出现在习近平的住所。他说呢，乌鸦代表的是黑暗与巫术。T.Y. 威廉坦言说，他不敢太多提到于朦胧，因为有人正在掩盖真相，销毁证据，甚至想把他描绘成疯子。他感觉一场大事正在酝酿，会有一位中国当红的艺人勇敢地站出来揭露真相，但他也预感到可能会再有一位艺人出事儿，而这个呢会引发中国的动荡或暴乱。他说呢，中共以为自己不可撼动，但是天谴已经开始，你逃不过佛祖，逃不过上帝，也逃不过祖先。那些参与于朦胧事件的人呢，他们的祖先呢已不再庇护他们。与此同时呢 ，T.Y. 威廉还看到一位中国的男演员，他肤色白皙、年轻、英语流利，正在逃离中国，避开中共的追捕。他不是于朦胧，但同样是那家经纪公司的受害者。I don't know who that actor, but I feel like this actor could play a key role to shut down the Chinese CCP government. He could speak perfect English, and I think that he is taking a risk to tell his story, or they got evidence, and he's gonna do an interview with someone either in the Western world, but he's gonna hide his face. 另外呢，他在这个直播中还提到 I'm getting the regime gonna end soon. Gonna be a civil war in China that lead to Taiwan being involved on Hong Kong. Speaking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最后呢，他警告大家，最近中国这个极端的天气频发，地震、洪水、冰雹，还有即将来临的苦旱等等，这一切呢不是巧合，而是天谴，一场巨变即将发生。10月17号，孙德荣在这个台北的板桥新月会馆为爱徒于朦胧举行了大型的安魂法会。
就在这个仪式进行到一半时，晴朗的天空忽然挂起了彩虹，还出现了奇特的鱼状云。现场的人都惊呼：“于朦胧来了！”有降龙头、龙尾都有，还有海角。啊？那个鱼是好，哎呀，那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它是连在一起的。好像哦，啊，好像，真的好像龙龙来了。对。像是这个图案很像。更神奇的是，有网友在法会直播中竟然听到疑似于朦胧的声音，轻轻说了一句：“嗨。”说真的我自己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呢，就像他真的在透过这种方式向所有关心他的人说：“我听见了，谢谢你们。”而就在这之后的2天，10月18号和19号，中国的北京突发异象，多地呢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整整早了将近40天。很多网友都在说天有异象必有冤屈，连老天爷都在为于朦胧鸣不平啊！我的个妈嘞！现在是2025年10月19号早上6点40分，你看，在北京的东连山门头沟地区下了一场大雪2025年的北京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来的更早了一些。你看，消防车也来了，看了昨天晚上确确实实突降大雪，天空其实已经快晴了，但是雪还在下，看看。那这个呢，让我想起之前有位叫做东方神官的通灵人说过，他们的道长从地府得到讯息说，于龙王的这一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是光之子，要揭开演艺圈的黑幕，用光来唤醒沉睡的人心。大家看短短的1个月，于朦胧事件呢，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只是粉丝，还有许多原本不认识他的人呢，都开始关注这起事件。那更多朋友呢，因此看清了中共体制背后的残酷与邪恶，也越来越多中国人呢选择了觉醒，在海外的三退网站上呢推出这个党团队的组织。他们说呢，这不只是政治的表态，而是一场灵魂的自救。自媒体博主大咖李牧阳最近呢，在他的这个视频中呢，爆料了一个令人发指的信息。说有人呢看到这个于朦胧的整个被虐杀过程，但是呢不能说，因为说了呢，于粉会疯掉的。那大家能敢想象吗？那会是怎么样的令地狱的鬼都为之胆寒的过程呢？此时此刻的我真是心难安，意难平啊。那影片最后呢，让咱们一起来聆听网友一位来自自媒体 Echoes of the Sky 留音频道的博主谢林熙呢，为悼念朦胧所创作的歌曲。那咱们大家呢，也愿朦胧在另一个世界能远离风雨与纷扰，得到真正的安息，祝福他一路走好。夜色朦胧，掩去你的身影，星光闪烁，却找不到归程。昨晚的笑还在耳边轻鸣，怎料清晨梦碎无声。的风吹乱了旧时光，聚会的灯熄在无人回望，你的脚步停在谁的窗前，留下一抹解不开的悬念。朦胧夜色藏着未解的谜团，真相如飘散在无人看见。你的光芒还在心间流转，为何这晨曦带走你的明天？镜头留住你的青春模样，
台等待本该是你的光，纱窗破碎，诉说无声的伤。时间太短，来不及说理想。明天的路，你曾满怀希望，却被夜色锁在未知的墙。我们呼唤，答案却渐渺茫，只剩叹息萦绕在心上。朦胧夜色藏着未解的谜团，真相如雾飘散在无人看见。你的光芒还在心间流转，为何这晨曦带走你的明天？谁关上窗，遮住了你的星光？谁按下静音，让故事无处安放？我们守望，追寻那一线真相。愿你安息在没有迷雾的远方。朦胧夜色藏着未解的谜团，真相如雾飘散在无人看见。你的光芒还在心间流转，愿这世界还你一片青色天。朦胧的夜带走你的温暖，留下叹息，期望未来的答案。愿你安宁，在星海自由飞翔。今天的影片就说完了。如果大家喜欢奇闻的节目呢，就不要忘记给奇闻点赞、留言和订阅啊，也算是鼓励一下奇闻。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喽。